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手相学里以手掌的形态和掌线判断一个人的运程、健康、感情、思维、潜能和内心所产生的忧虑、恐惧、喜悦、感受等等，显示一个人生理、心理、心思反应的推论预测。世界上的手相以西洋、印度两大分支影响力最大，尤其是印度对于世界上来说，在手相学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一般大众所讲的手相学可以说是完全是以西洋手相的形式架构作为基本，再加上东方传统手相的独到见解作为参考。手相学虽然分为中西两种专门的学问，在内容上其实是大同小异，对于各种性质的情况意思是雷同的，只是掌线名称上的不同。手相算命都是以中西合璧两者一起来进行预测分析。我们之前学到的掌线名称，例如西洋手相里所说的命运线，在古书上叫做玉柱纹，分阴线又叫做加风纹，成功线又叫做六宿纹，这些等等所代表的词汇都只是名称上的不同，其实所指的是同一条掌线。说起来，我们每天都要使用到双手，对自己的手是那么熟悉，但对于掌线所显示出来的讯息，往往会觉得非常复杂。那是因为除了主线外，还有其他的辅助线纹，加上特殊线，整个包括起来真的有很多的线纹。也因为如此，对于中西方掌线名称的认识，让人容易误解成它们是不一样的掌线，让大部分的人摸不着头绪。以西方手相来说，它和占星学有相当的关联。在手相学中使用的词汇，例如八大丘的太阳丘、金星丘等等的专有名词，就是起源于占星学。在之前的单元，樊晨居跟各位朋友一起探讨了五大线纹和辅助线。除了这些掌线之外，我们要进一步看懂手相，那就必须知道其他的辅助线纹或特殊线的位置和意义。什么是特殊线呢？所谓的特殊线，就是除了基本的主线和辅助线之外，一般人的手上很少看到的掌线，叫做特殊线。接下来，樊晨居把西方手相掌线名称和东方手相掌线名称这两类代表位置意义来加以说明。西方手相掌线名称、位置和代表意义。五大线纹。一、生命线。位置是从拇指和食指之间虎口的部位延伸呈现弧形的线纹。生命线象征生命的意志和活力，不代表生命的长短。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人的健康与否，要以整体手掌的状态来看，生命线就是身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是代表先天的健康程度和长时间以来的体能状态。二、头脑线、智慧线。位置是在生命线和感情线之间向下横斜的线纹，代表脑力与心智的特质，代表了思路是否清晰，是不是能理性思考，同时是否能表现推理力和直觉感受头脑活动的优劣，是表现一个人内在性格特征的重要纹路。三、心线、感情线。位置是在小指的下方横向延伸到食指、中指下方的线纹，代表恋情、爱情的运势和亲情上的变化，也象征一个人的情感感受能力。四、婚姻线。位置是在小指下方感情线上方横的掌纹，代表一个人的婚姻或家庭，是表示夫妻情感与婚姻缘分是否良好的线纹。五、命运线、事业线。位置是从掌心下方朝上延伸，指向或到达土星丘的线纹，是表示可以凭着自己的实力和努力来获得事业上的成就，代表工作能力与事业发展的运势。另外，也可以从命运线上预测到不幸的一些讯息。辅助线和特殊线。一、太阳线、阿波罗线。
位置是从火星平原附近开始向上延伸到太阳丘或指向太阳丘的掌纹，是希腊神话中的光明之神、文艺之神，同时也是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西洋手相学又把它叫做幸运线，象征创造力、精力充沛、乐观开朗，能受到大众欢迎，具备了成功元素，是带来好运的长线。而这样的成功也是因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2. 财运线、水星线，位置是在小指下方水星丘上短的直线，是表示金钱运的好坏，有商业头脑，能擅长运用资金获利，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指标。3. 子女线、儿女线，位置是在分阴线上直立的细纹，代表儿女状态运势。依子女线的条件判断生男生女、生产的胎数，这方面必须再参考手腕线等和其他特征来判断。4. 直觉线，位置是从水星丘延伸到月丘，是少有的长线，代表一个人有很强的直觉和第六感，善解人的内心世界，对事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感，很难用逻辑去解释的预测能力，有偏财运、中奖的意外之财。5. 健康线、水星线，位置是从地丘指向或延伸到水星丘的掌线，又称为水星线、财富线、疾病线、肝脏线。健康线是表示一个人整体的健康状况，也代表有敏锐的第六感，对于投资方面有很可靠的直觉。6. 金星带，位置是在感情线的上方，由食指和中指中间向无名指和小指中间呈半弧形的掌线，又称为副感情线，是表示一个人对异性的欣赏、幻想、情绪、审美观、艺术品味等所反映的强烈感觉。在年少时期运气好，学业事业顺利，聪明又有智慧，在婚姻方面也能幸福。7. 理财线，位置是在金星带底下的一条横线，在感情线的上方，横跨在中指和无名指间的掌线，有理财和数字观念，比较会存钱，是表示一个人掌握金钱的能力。8. 木星环，位置是在食指下方木星丘上呈弧形的掌线，又称为所罗门环，是表示一个人聪明有智慧，能精准分析判断事物，又能掌握时机和好运，第六感很强，对于神秘学方面有天分，善于观察事物，洞悉他人的心思，注重外表，交际能力强，有很好的异性缘和贵人运，能够找到好的良缘。9. 土星环，位置是在中指下方土星丘上呈弧形的掌线，中指是代表自己，代表这个人的不动产和对自己土地的看法，意义上是表示容易被环境约束、阻碍、困难和挫折，比较难发挥自己的能力。10. 阿波罗之界，位置是在无名指底部太阳丘上弧形的线，被称为阿波罗之界，是非常罕见的掌线，所代表的是挫折和阻碍。当这个人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所表现出自然乐观本性的一种反应，他的特质是可以透过一些文化活动激发出艺术灵感和创造的潜力。11. 水星环，位置是在小指下方水星丘上弧形的线，是非常罕见的掌线，它所代表的是对情欲有着极大的兴趣，有这种掌线的人很难保持对另外一半的忠诚，先考虑自己的快乐，而忽略另一半的需要，社会道德和压力起不了作用，情欲对他们来说比对精神的爱更具有吸引力，也是他们浪漫的终极目标。如果同时出现金星带，情欲这方面的需求会更加明显。12. 火星线，位置是在生命线内侧与生命线平行的一条线，又称为第二生命线，代表能受到帮助和保护，身体比较健壮。如果火星线比较长，可以为衰弱的身体注入活力，对于工作方面有耐心与勇气，克服困难，能够安然度过难关。在感情方面会比较执着，因此情绪上容易受到波动，也会让自己有很大的压力。
13. 烦恼线、担忧线，位置是在生命线内侧，横向穿过，阻碍了生命线的细纹。烦恼线越过了生命线，是表示生活上过得比较辛苦，时常要为生活劳碌奔波，在心境上有很多的烦恼、担忧。如果没有超过生命线，代表的是一种心理压力，一般的心理上的担忧。14. 灾害线、灾难线，位置是从土星丘出发的一条线，是开头粗、末端细的直线，也叫不测纹，是代表即将有危及生命的事件发生，会遭遇意外。一旦有这条线，就应该要多加注意小心。15. 悬针线，位置是在大拇指下方外侧，代表对医学方面有天分，不过兄弟之间的感情会比较淡薄。16. 冥王线，位置是从命运线所延伸出来的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书上记载是叫做健康线，健康线又称为财富线，是代表事业成功后就会有声望、有财富。17. 财经线，位置是从木星丘出发，到达月丘底部，是代表对于金钱方面有正确的认知，能够培养投资理财的能力，善于利用钱财。18. 财富线，位置是在大拇指第2指节，有网状格纹，代表这个人有做商人的天赋，有商业头脑，善于理财，能累积财富。19. 小人纹，位置是在食指根部斜的短线，是代表这个人很聪明能干，不过比较自负，言行行事上较为高调，喜欢标新立异，得罪别人而不自知，因此常患小人，容易遭到小人陷害，是非缠身。20. 痴情线，位置是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与生命线前端平行的一条线，代表一个人对感情、恋情用情特别深，一旦和喜欢的人结婚，可以白头终老。如果分手了，即使跟别人结婚后，也很难忘记对方，婚姻也因此容易受到妨碍。21. 对立线、反抗线，位置是在感情线的下方，与感情线平行的线纹，代表有很多对立的敌人，个性倔强，不屈不挠，非常有主见，不容易被人说服，喜欢与人对立。22. 纵欲线、放纵线，位置是在手掌底部，与金星丘相对，又叫情欲线，代表一个人欲望很大，有一些不良嗜好，对伤害身体的物品过度使用。一方面是指在性格方面放纵自我的人，例如沉溺于男女之间情欲的各种刺激。23. 圆形线，位置是从生命线延伸出来，朝向月丘的支线，是表示远离故乡到外地或国外发展。大部分人的圆形线是从生命线的中间或末端延伸出来，这些阶段的延伸线可以依命运线的流年测算法测算到外地或国外发展的大概年龄。24. 手劲线、手腕线，位置是在手掌与手腕相接的地方，依手腕线的条件状况，显示一个人身体上的生理机能，包括健康、生育和性格、财富。25. 乌尔线，位置是在命运线开头所出现的岛纹，线条细又浅，不太明显，代表这个人出生背景神秘，可能是私生子或可能是孤儿。这个部分还需要再观察生命线的开头是不是有岛纹，再做判断。26. 宠爱线，位置是从月丘向命运线延伸的线，是表示这个人异性缘比较好，会得到伴侣的照顾和疼爱。看婚姻何时会结婚，婚姻是不是美满，这也是观察的长线之一。27. 希望线，位置是在头脑线或生命线前端向上到木星丘的线，代表这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做事非常积极努力，意志坚定，充满活力，具备比一般人强的野心和上进心，一旦遇到困难也能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
好朋友，每个人的手掌上都深深隐藏着秘密。我们学习观看自己手上掌线的变化，是希望对自己的命运有所了解。手相掌线的反应证明了你的努力和成就。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的重点是，手相不是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而是学习如何修正自己的不足，创造命运，改变命运。各位好朋友，我们要知道东方手相掌线名称意义，必须先理解手相八卦宫位。在下个单元，我们就来探讨手相的八卦宫位。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我们下次见。谢谢你的观赏。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按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订阅是免费的，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第一个通知你，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拜拜。